美国人称，疑似中国6代机的概念曝光，其外观看起来合情合理，这是真的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美全面列装隐身战斗机的当下，各国对于未来的6代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5代战斗机如何发展，仍然扑朔迷离。美国正在研制的 NGAD 似乎要打造一款具备极强突防能力的制空战斗机，其战术技术指标强调更大的作战半径和全向隐身能力。那么，中国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是不是也走这条路呢？最近，美国的战区专栏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似乎找到了答案。据报道，在微博上公开的2张照片中，出现了一种隐身的采用大三角翼设计的无尾战斗机，这可能代表着中国某种未来战斗机概念或相关的演示验证飞行器。美国媒体说，早在2021年10月，一架外观非常相似的战斗机就出现在中国的某测试场所。公开的画面显示，该测试基地的一群工作人员在观察一台飞行模拟器，驾驶舱前部的大屏幕模拟了舱内的下视显示器场景，而模拟器的前方和侧方则是几个由计算机生成画面的大电脑屏幕。在其前方的中央屏幕上，显示了一架无尾飞机，这样的画面也出现在右侧的外部屏幕上。美国的战区专栏认为，中国技术人员似乎在研究或演示无尾战斗机概念或其子系统的某些特征。模拟器上标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徽章，而进行测试的地方呢，可能是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说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与相关单位正在展开项目合作的研究。美国人指出，虽然这是一个座舱演示器或飞行模拟装置，但很可能与中国的第6代战斗机计划有关。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下一代战斗机有可能采用无尾设计吗？还真的有可能。起码现在的几款隐身无人战机的方案均采用了飞翼式气动布局。从某种角度讲，这种选择似乎合情合理。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飞翼式战斗机的好处。首先，其最大的优势是全向隐身能力极佳，取消了垂直尾翼、水平尾翼，飞机的侧向雷达反射截面积将会大大减小。第二，没有了尾翼，飞机的空气阻力和结构重量将降低，全机的升阻比、推重比均将因此而提高，高速巡航性能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改善。第三，飞翼式布局的内翼段的容积可以设计的比较大，从而让飞机能够携带更多的燃料和武器，让它飞得更远，挂载的武器更多。那么如果总结一下采用无尾式飞翼设计的战斗机，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种隐身性能优异、巡航性能很好、机内载弹量较高、航程和作战半径较大的战斗机方案。这些特点对于适应亚太地区的战场环境非常重要，甚至能够满足未来6代机执行穿透性制空、制海作战的需要。当然，采用无尾飞翼式气动布局的战斗机也有不利的地方，一是由于缺失了用于飞机方向操控、平衡和稳定的垂直尾翼，需要采用非常复杂的电传操纵系统和新颖的活动翼面等技术装置来控制飞机的起降和战术机动。二是为了彻底解决飞机的操控问题，可能需要采用配备了矢量喷口的发动机作为动力，否则战斗机在机动性能方面将严重落后于采用常规布局的战斗机，而这在技术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和风险。不过就中国航空工业目前的技术储备而言，似乎这2项瓶颈都不存在。因为歼20作为一款采用全动压翼的战斗机，其电传操纵系统的设计也非常复杂，再发展出适应无尾飞翼式气动布局的战斗机的操控技术，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中国在歼十 B 技术验证机上已经应用了推力矢量技术，并为观众做了非常精彩的飞行表演，而且在第14届珠海航展上还展出过配备了2元推力矢量喷口的涡扇10发动机。如果将来涡扇15发动机的技术成熟了，那么
发展出一款高推重比的推力矢量发动机，应该说完全没有问题，足以满足未来的非翼式战斗机的动力需要。虽然目前对于第6代战斗机的发展方向仍存在着争议，但是从中美掌控的技术储备而言，两国都有可能率先发展出一款无尾非翼式气动布局的第6代战斗机，因为这是一种在性能上领先一代和基本满足未来作战需求的机型。更大的航程、更好的隐身特性、更大的载弹量，再加上能够满足要求的机动性，未来的6代机或许就是这么一款隐身战斗轰炸机。当然，6代机需要实现技术突破的方面还很多，比如在态势感知、信息融合、人工智能以及和无人机的配合等方面。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仅仅依靠推力矢量技术控制飞机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一旦发动机出现故障，或者推力矢量装置发生卡滞，那么飞机将无法驾驶。好在中国的飞机设计师早已想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创新式的解决方案。总体上来说，美国媒体的分析仅仅是他们的猜测。我们这次公开的非翼式隐身战斗机的图像，可能与中国的6代机方案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认为中国正在发展一款非翼式战斗机或者是无人战机，也有其合理之处。就技术储备而言，中国的航空工业完全有条件走在世界的前面。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